邵班长，你就放心去吧啊！到了医院一定要给我们都带个好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宋队长，你到了医院之后跟队长说，我们呀一定好好表现，等他归队。司班长，你跟队长说，我们想他。放心吧，这好啊，我都能带到啊。好，林明顿。 西敏，你怎么了？我是来看他是来看雷明顿的。你。同志们好，首长好，同志们辛苦了。为人民服务。闹嘛！你们这么激动干嘛？哎呀，我们主要是看你不够激动，哎，我们是在替你激动，哎。走啥？走啥？我看你们就是挺激动的，这么大声，一会儿值班室又打电话骂咱们了。再说了，参谋长老在这一块溜达，让他发现了，有咱好果子吃吗？许长城，走，你带咋称呼？我叫谢敏，班长好。你好。对了，这个是我们士官长。士官长不就是班长吗？当然不一样，士官长就是士官长。没有，叫班长挺好的，亲切。沈先生，你带着他去转转啊！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啊！一会儿让参谋长真看见了，又大会小会的点名了，全体都有了。小张，后张，这帮臭小子！行了，你带他转转，我走了。好啊。哎呀，早知道我也养只狗哎！你养嘛你？有嘛可胡思乱想？你赶紧滚蛋！我看你烦，嘿，我看你不烦啊，看他烦。哎，走。快来，爸爸。拜拜。好。哎呀，这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！不着急。你画画这么好，是不是之前学过呀？我4岁就开始画画，我毕业于中央美院附中，中央美院报画系。现在想想啊，就是2个平行的世界。毕业以后，我就直接上学了。我真的没想到，你居然还是中央美院的高材生呢！什么高材生？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普军战士。那你为什么当兵啊？一言难尽。说说呗，我很好奇。其实我不叫沈长城。啊？你可别逗我。真的，连我的队友都不知道。那你是谁？说来话长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我当然不会和别人说了，你放心好了。我跟我弟弟都是学美术的，毕业于美院附中。我们2个人唯一的不同就是，他是学油画，我是学版画。双胞胎嘛，在生活中很少人能认得出来。那年武警部队招兵，他就跟同学打赌，谁输了谁就报名当兵。结果他输了。那你弟弟就报名参军了？当然，报完兵之后就更后悔了。然后你就顶替他参军了？那能怎么样呢？谁让我是他哥哥？我怎么听着跟编故事一样？来，你看。天哪！真的，除了衣服，都一模一样。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，否则我会被部队开除的。你就放心好了，我跟他们说干嘛呀？我不会说的。那你后来又去当警犬训导员了？我本来就想当2年兵就算了，但是没想到，部队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
不管你是自愿来的还不是自愿来的，3个月新兵连，完全给你改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本来啊特别讨厌部队，但是我现在完全陷进去了，我已经爱上这里了。部队知道我是学美术，就把我调到宣传处。结果我没待了2天就烦了，我还是喜欢基层连队的氛围。然后你就又去报名养警犬了？没有，其实我是名狙击手。天哪，你是狙击手，这也太酷了吧！真的，我对线条、透视、比例特别敏感。新兵连的时候打枪我拿过第1，中队培养我当狙击手，我还当了1年狙击手呢。选兵的时候就去内蒙古基地学警犬训导员，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狗。我明白了，你又是狙击手，又是警犬训导员，所以你进了猎豹突击队。是啊。真厉害！可是以后我是应该叫你沈长江呢，还是应该叫你沈长城啊？你还是叫我沈长城吧，名字就是一个代号，我还是我自己。那你弟弟呢？他在法国留学，学美术。那你们2个兄弟就这样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了，你后悔过吗？新兵连的时候有过，但是现在我已经不舍得离开这里了。你知道吗？当兵可不是穿几年军装、扛几年枪这么简单，它是在骨子里改变一个人的灵魂，在血管里换掉一个人的血液。所以，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开这里，我也不会离开这里。再说，真的离开这里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了。真好，可惜我没当过兵。当兵又不是唯一的人生路，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是呀，遇见你就更好了。你看你一点都不像美院毕业的，你不是艺术家吗？什么艺术家啊？我早就换过一次血了，是吧，雷明顿？是吧，雷明顿？我也介绍了不少自己了，也说说你吧。你想知道什么？你想告诉我的，我都想知道。我想想，该怎么说起呢？有那么复杂吗？很复杂。有多复杂？我怕说出来吓到你。你看我像一个胆小的人吗？这个不一定，这不是一回事儿。那我就更想听听了，说吧。你说你原来不叫沈长城，其实我原来也不叫谢敏，我原来的名字叫做黄小飞，俗吗？哎，那你为什么要改名字啊？我从小就是个问题少女，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么天真无邪的。本来我一直犹豫该不该告诉你，但是你这么信任我，我就不想瞒你了，干脆都说了吧。我从小没有爸爸，跟着妈妈长大的，就是单亲家庭，我没见过爸爸。我妈妈去国外留学，回来以后怀了我。我只知道我爸爸应该是个中国人。你看，我不像混血儿吧？一个小女孩，从小跟着神经不太正常的妈妈，在人们的唾沫星子当中长大的。街坊邻居欺负她，同学们欺负她，没人喜欢她，所有人都讨厌她，好像她压根儿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一样。为了保护自己，这个小女孩呢，就跟比她大的男孩子混在一起，也就是那些问题少年。她呢，
也就变成了问题少女，就成了社区和派出所的重点关注对象。我那时候是个特小的小丫头，真傻。可是，这就是我的人生，我不可能从头再活一回了。人生没有如果，只有结果。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，我就告诉自己，向前看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15岁的时候，我妈妈自杀了。那时候我还在职高上学，你知道什么是职高吧？学的美容美发什么的，那时候可杀马特了，头发都是绿色的。我妈妈死了以后，我一下子就发现自己怎么变成孤儿了。那你是怎么生活的？我有一个小姨，和我妈妈关系也不好，但她还是照顾了我。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活着了，她把我接了回来，改了现在的名字，让我上了高中。我喜欢狗狗，因为只有狗狗才永远不会离开我、遗弃我。后来呢，我高考的时候就考了南京农业大学，学的是兽医。去年毕业的，毕业以后就和同学开了这家宠物店。我有个师兄在你们竞选队忙不过来的时候，就找我帮帮忙。后来呢，就认识了雷明顿，认识了你。你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其实哪个女孩子愿意学坏呢？可我那时候太小了，什么都不懂。我小姨就告诉我说，千万不要把以前的事情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你喜欢的男孩子。可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还是什么都告诉你了。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了？没有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别安慰我了，我小姨都跟我说了，她说只要你把过去的事情告诉你喜欢的男孩子，他们就不会再喜欢你了。我还是什么都告诉你了，因为我喜欢你，我真的不想骗你，可是因为我喜欢你，就不可能再喜欢我。我喜欢你，谁都犯过错。再说，那时候你还小，是不是？配不上你了。以前的你，我照顾不到，保护不到。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照顾你，我保护你。从今天开始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再欺负你。给我看，给我看！什么就给你看，他妈的看完呢？给我看看，给我看！我说这两个小子跑哪儿了啊？按说这种好事少不了他们哦。哎呀，现在这个兵是越小越鸡贼哦，天文望远镜都拿过来了。哎，你再拿一下。